Hello，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诊所的阿修。当我们一讲到电影里面的纳粹反派，你脑中第一个跳出来的画面是什么？我想大概八九不离十，都是像《印第安纳琼斯》里面那种穿着超挺的军服，讲话带有浓厚德国口音，眼神冷酷的军官吧。好，我们先把这个画面记在心里，因为今天我们就要来好好拆解一下这个深植在我们文化记忆里的完美反派形象，然后看看它背后到底藏了什么你可能从没想过的惊人真相。这件事其实蛮有趣的，它几乎已经成了一种不需要翻译的全球共通语言。好莱坞非常厉害，他们打造了一个完美的反派样板，所以我们观众一看到某个角色出场，根本不需要任何背景介绍或故事铺陈，光靠直觉就知道，这个人就是坏蛋。这当然是一种很高效率的说故事方法，但它就像一把双面刃，正因为它太方便、太好用了，反而不经意地掩盖了很多更复杂也更值得我们去深思的真实面貌。所以我们就先来深入看看这个可以说是活在我们集体想象中的虚构角色，也就是所谓的好莱坞版纳粹。这几十年来，不管是在电影、影集还是小说里，它都不断的出现，几乎已经变成了一个可以套公式的存在。这个虚构的反派原型啊，有几个几乎不会变的经典设定。首先，他的国籍100%是德国人。再来，职业上，他绝对不是普通人，通常是顶尖的科学家，要不然就是高阶军官。他心里总是在秘密地策划某个足以毁天灭地的邪恶阴谋，而且剧情走到最后，总是被某个大屠杀的幸存者用一种非常戏剧化的方式给认出来。那结局呢？结局通常不是走什么冗长的法律程序，而是直接被用一种很残酷的以牙还牙式的私刑来复仇，就像之前那部影集《纳粹猎人》演的一样，要让荧幕前的观众在情感上得到一种恶有恶报的畅快满足感。好的，前面铺陈了这么多，我们终于要带出今天最核心的问题了。这个我们在电影里面恨得牙痒痒，轮廓又这么清晰的完美反派，跟现实世界里那些真正犯下大屠杀罪行，然后摇身一变移民到美国的加害者，他们之间的差别到底有多大？准备好了吗？因为接下来的真相不只是有点不一样而已，在很多方面，它几乎是我们从小看到大的电影神话，一个完完全全的颠倒。如果你正在听，这部分非常值得你笔记一下。当历史学家去分析所有在美国被指控的二战加害者，把他们的国籍摊开来看，会发现一个超级惊人的事实：我们印象中的德国人竟然只占了不到10%。那真正的大宗是谁？答案是将近一半，差不多50%是来自立陶宛跟乌克兰，另外还有40%是来自罗马尼亚这些东欧国家。这些人其实是来自二战时跟纳粹合作的通敌政权，但是在我们熟悉的电影、小说故事里，这个最关键的真相几乎可以说是被完全地抹掉了。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他们的职业。电影里演的，他们都是手握大权、呼风唤雨的科学家或医生，对吧？但现实中呢，绝大多数是蓝领阶级，他们是在工厂里工作的工人，在社区里帮人修房子的木匠，甚至是高中的校工。他们过的生活跟你我身边任何一个普通的邻居阿北可能根本没什么两样。这就引发了另一个很值得我们思考的点。很多人都听过一个流传很久的阴谋论，就是说这些纳粹战犯其实是被美国中情局 CIA 这些情报单位刻意吸收并且保护起来了。但是数据会说话，在所有被指控的加害者里面，真正有为美国情报单位工作过的比例是多少呢？答案是区区的4%。你没听错，就这么一点点。这个数字可以说是彻底打破了电影里那种政府高层在背后包庇大坏蛋的常见情节。
当然啦，你可能会说，可是我明明就听过有那种很像电影情节的案例呀。没错，确实有，像是被称为 NASA 太空医学之父的斯特拉格活尔德，或是真的当过中情局特务的苏布佐科夫。媒体最爱报道这种特例了，因为他们的故事够耸动，够有话题性。但我们必须要了解，这些人只是统计数字上的极端值。真正的常态是像另外一边所列举的那些在俄亥俄州工厂上班的工人，或是在明尼苏达州做木工的师傅，他们平凡到就算跟你擦肩而过，你可能都不会多看一眼。接下来我们进入下一个关键点。好，既然我们知道现实跟神话的差距有这么大，那为什么我们的流行文化还是会这么紧紧地拥抱着这个虚构的幻想，好像不愿意放手一样呢？这个问题的答案说穿了其实很简单，因为这个神话不论是在情感上，还是在说故事的结构上，都实在是太方便了。它给了我们非常简单的答案，把那种我们难以理解的巨大邪恶，直接描绘成一种很容易辨识，甚至还有点魅力的怪物。在这样的剧本里面，我们观众可以毫不犹豫地带入正义英雄的角色，最后看到一个干净利落、大快人心的结局。这整个过程让我们对于那段黑暗的历史感觉好多了，心里也舒服多了。幻想中的正义是血腥的私刑复仇，可能一枪就解决问题了，很痛快。那现实中的正义呢？这可能是整件事情里面最讽刺的一个地方了。当时美国的法律是没有办法起诉这些人在美国境外犯下的种族灭绝罪的，所以司法部门最后用来起诉他们的罪名是什么？竟然是在他们当年填写移民申请表格的时候，隐瞒了过去的经历。也就是说，他们被告的理由不是因为他们杀人，而是因为他们移民欺诈。所以，整个真实世界的司法过程其实是非常漫长，而且结果常常令人很沮丧的。在所有被告里面，大概只有一半的人最后真的被剥夺了美国公民的身份，甚至还有1/4的人是毫发无伤的全身而退。最终的结局就是，绝大多数的加害者都在他们后来定居的美国小镇里面，以平均83岁的高龄自然老死。好莱坞电影里那声充满正义感的巨响，在残酷的现实中，最终只化为官僚体系跟年老力衰的一声呜咽。讲到这里，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最重要的，同时也是最让人感到不安的一个 takeaway， 这才是整个真相最核心的部分。有一位研究这个主题的学者克莱尔·奥宾，他讲过一段话，我认为形容得非常精准。他说，正是这种平凡，揭示了多数加害者是多么轻易的就能放下过去，拾起他们新的美国人身份。这句话点出了一个重点，真正可怕的地方不是在于他们是怪物，而是在于他们是犯下了滔天罪行的普通人，然后他们还能像没事一样回去过了几十年的普通生活。那种无缝接轨，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的能力，才是真正让人从心底感到发毛的地方。这就直接连接到了20世纪重要的思想家汉娜·鄂兰，他提出的一个非常著名的概念——邪恶的平庸性。这个概念是说，历史上巨大的恶行往往不是来自于那些内心狰狞的恶魔或狂热分子，反而是来自于那些停止独立思考，只是单纯服从命令，把残酷当成是日常工作的普通人。这些移民到美国的加害者，他们的人生就是这个可怕概念最真实也最活生生的写照。所以这一切给我们留下了一个非常深刻也非常棘手的问题：当一个惊险刺激的神话故事远比一个平淡无奇的真相更容易被大众接受跟传播的时候，我们到底要如何保持警惕，去辨识那些隐藏在我们平凡生活当中那张真实的平庸的邪恶面孔？这个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但我想它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带回家好好的想一想。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第一，好莱坞的完美纳粹反派形象其实跟历史现实是严重脱节的，真实的加害者多数来自东欧，而且是蓝领阶层。第二，现实世界里的所谓正义，
过程极其平凡，而且结果不尽人意，常常只是一场关于移民欺诈的官司，而不是对滔天罪行的审判。第三，也是最重要的，邪恶真正可怕的地方在于它的平庸性，也就是普通人也能犯下难以想象的罪行，并且无缝接轨地回归到普通生活。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如果你觉得这集有帮助，记得马上点赞加订阅加开启小铃铛，我们正在冲订阅，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们下次见，拜拜。